耗电发热更严重，鬼影没有解决，那其他的，嘿，大家好，苹果那现在所有 iPhone 15跟15 Pro 的评测都已经出来了。那我看了大概几十个，不管是中文或是英文的评测，不管是针对相机的测试、处理器的测试、新功能的测试，还有它的耗能、发热、续航力等等的测试。那我这边就来做一个总整理分析给大家看。那我会把一些推荐去看的链接放在下方，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这些细节。一个总结就是说呢，这次 A17 Pro 的表现让我非常的失望。好，那首先上手的手感部分，那尤其是在15 Pro 跟 Pro Max 系列上面，他们使用钛合金嘛，整个边框的高度跟宽度也稍微变窄了一点。那他们就是说使用上手的手感，不管是它的重量啊，还有这个握感都更好。那当然也受惠于它这个边框是有点修圆弧角的设计。那这一点是有非常多人提到。那至于很多人在问的这个上手会不会有油印啊，会不会有刮了这个东西那其实关于深色的金属那他们加工的方式，如果真的会去刮到它、摔到它的话，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痕迹在。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包膜或是用手机壳，那这部分就还好。那如果真的是要裸机使用的话，那特别是在深色的版本，它这个手油压印在上面会比较明显，所以这部分就是还好。那我觉得很多要买深色机的人，可能也不会因为这一点不去买它。但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要用裸机使用的话，可能就买浅色的机种。好，那下一个就是这次下面使用的 USB-C 的接孔，我好像把这个当成一个重点讲，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现在它可以用这个 USB-C 孔去帮其他的装置充电。那先前的 Lightning 孔一直都只能用静电的状况，其实它也没有 Lightning 2这样的线让你去帮其他装置充电了。那现在它可以用 iPhone 15下面的 USB-C 孔那这个是数字系列或 Pro 都可以去帮你 AirPods 充电，或者是帮其他的 iPhone 充电。但我觉得其实急需的应该是它背后无线充电的反向充电。那我们都知道 iPhone 都有这个功能，它现在只有开放给他们的行动电源使用。我觉得应该开放给 AirPods 使用是最合理的方式。但是要记得差别就苹果付给你的线就是 2.0 的线，它传输速度就只有卡在那里。那如果你真的用 Pro 系列要更快的传输速度的话，你就要去买支援 3.0 的线。那这个部分我当然有讲嘛，如果苹果要锁住这个充电线的规格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违反欧盟的规定，所以我认为不可能会发生。那现在多了这个 USB-C 孔，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为什么它多了那么多方便性出来？市面上很多随身碟、硬碟这些周边的配件，瞬间马上就可以支援。那你先前要备份苹果里面的照片的时候，你 Lightning 还要去买一些独规的这些插孔啊、独规的这些随身碟跟这些硬碟去让它做备份，现在完全不用。那这个不是早就应该这样子嘛？所以我不想把这个当成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去吹嘘它。那也请脑粉大家理性一点，不要在外面的论坛去和人家吹嘘这是什么大进步。那第一，这个是欧盟的强制规定，苹果才做这样的改变的，但先前也是千百个不愿意。那第二呢，这个 USB-C 在各家其他 iPhone 以外厂牌的手机已经早就都是用这个规格，共用这个规格，人家也没有说要绑什么独规的线去赚更多钱，这种方式大家都是一样。而且况且苹果这次还把这个很烂的充电速度放在数字系列上面，所以大家关于这个革命性的功能就低调一点，不然我们果粉又要在外面被人家调侃。好，那下一点，侧面这个功能性按钮，我觉得在很多评测里面都很多人特别去强调说可以用捷径，很棒。好啦，那重点问题是现在只有单一的功能，就是要用长压的方式嘛。那即使你先前 build 好很多不同的捷径，让它可以一键去开启什么，你还是要回到设定功能里面去改变你连接的捷径才能使用这些功能。那如果你要透过那么多的步骤去开启不同的捷径，那这样还算捷径吗？就直接设定一个捷径的按钮在你的桌面就好啦，这样真的有更方便。那其实它需要开放的还是说不止长压，可能按一下、按两下，或是不同的按法可以让它开启不同的功能，才能真正增大它的实用性。那另外中文哲影片有讲到说，现在在开启静音关闭随行萤幕上面并没有让你清楚看到现在是哪个模式，便你还要再去压一下。那这个我在先前影片也有讲到，对比先前就单纯看它的静音孔这个颜色就已经知道嘛，就是不太方便。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功能直接做在随行萤幕上面，就是一个红色的铃铛画个叉叉，就让人家知道现在是静音模式，你也不用再去长压。那我相信这个是软体更新可以很容易去增加的功能。好，那下一点很多人在意的拍照，我们先说鬼影对它还是没什么进步。那即使他们在发表会上面有小吹一下，那有少数的脑粉事后跟着吹在论坛上面讲说这个这么大的进步，为什么苹果店没有说是优点？这是因为我没有信仰。反正简单说就是我被骗过太多年了，你的诈骗电话接多了，你敏感度就比较高嘛。那我学到的是苹果发表会上面有说有进步的地方，你就先打个折扣。那苹果不提到的地方呢，一定有鬼。那果然大家要看这鬼影的测试，就直接看人家用影片来测试最准。因为在照片的部分，他们这次在高光的抑制上面有加强，所以照片不太准，你不知道它是真的镀膜的改善，还是它事后的处理就把它挡掉。但影片骗不了人嘛，对不对？所以这次看起来手
悉的鬼影还是有下放到新的一代哦。好，那主镜头看起来的表现的话，那说真的，我们仔细去看啦，比较像是演算法上面处理的差异，因为毕竟有些东西还是受限于它的硬体。但他们现在新的这种融合方式哦，就是拍出一个2400万画素的照片，而且即使在他们24的焦段、28焦段、35的焦段都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像。我个人觉得这个在4200万画素跟1200万画素之间是很好的一个折中，你得到一张档案量可以接受、要稍微裁切也可以使用的照片。但大家看评测的时候要注意哦，很多人在比较的时候都是拿14 Pro 系列上面的1200万画素去对比15 Pro 系列上面的2400万画素，所以看起来你就说哇，这个画质进步好多哦。那不能说这样比是不对啊，毕竟他们预设的值数是这样子。但是现在 iOS 17的更新之后呢，14 Pro 系列上面你也可以开启4800万画素的压缩档，所以这样两者对比起来的话，有人这样4800万对4800万的话，那基本上它的画质差异不大。所以反正是像我先前讲到，它是在影像处理还有演算法上面加强的进步。那这部分就是在拍一些比较高反差的照片的时候，在高光的抑制程度上面是比较好。那这个是对比先前14系列比较好，因为14系列那个我们摊开来，如果跟其他厂去比的话，它的高光抑制是非常糟。那这次他们加强到有接近他们的程度了，所以我觉得在一些情境下面的照片平衡起来，色调平衡起来看起来会比较好看。那在很多人在意这个成像啊、肤色上面的表现。那如果你只看一两张测试样张，你会觉得说，好像有进步哦。但是你继续看一堆照片的比较，不管是室内、室外拍，还有在公园不好的时候拍，你会发现这个好像似乎只是白平衡上面的判定不一样。那你要说它白平衡的判定就比较准了吗？好像也不一定，因为有的照片它就是偏暖，这个比较暖色调，有些照片它还是偏冷，所以一样演算法的介入，让它即使在相近的场景下面的判断都可能会有一点色差。但其实这个每个厂牌都多少有一点，就看你喜不喜欢 iPhone 的调性而已。那上一代呢，很多人说这个肤色有点偏暗淡啊，好像偏绿、偏紫、偏暗淡这种呈现的样子。这一次在一些照片看起来好像是有改善，但是也不太稳定，因为你要看这个拍摄的人的肤色是什么样子。那有的评测者是白人，他肤色比较白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说，这次在肤色上面有比较偏红，就是比较偏有生气的这种加强。但是看到 Mr. Who's the Boss 他的照片的时候，因为他的肤色也是偏深嘛，那我自己也是偏深的肤色，拍起来还是蛮暗淡的。但是如果你要拍的人都是皮肤比较淡一点的人，或许这一次会有进步了，但我们还要再实测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样张它其实会跳来跳去。所以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一次的进步比较像是在软体演算法上面，还可能新的处理器上面的调教。毕竟差不多的硬体规格，你要真的等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要到他们下次硬体大升级的时候。那我说变化不是进步，因为如果说苹果偏好的色调风格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刚好是你不喜欢的话，那下一代在做更改的时候，他们还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话，那你可能也不会觉得是进步。好，那下一个长焦的话，那15 Pro 的话基本上不用评测啊，它就是一样啊，演算法加强，可它的镜头基本上表现都一样，就像刚刚上面讲这些高光抑制啊什么有做一些改善。那比较重点要看的就是 Pro Max 的这个反射镜头5倍的长焦，跟我预判差不多，成像看起来也是一般。那我觉得毕竟还是在于它的感光元件上面，还是一颗1200万画素，然后又加上这个他们新镜头第一代使用的方式，所以说真的要看到很大的进步，我的预判也是不可能。但它的表现不差，我只是说你要惊艳的，好像说它超前什么厂商的话，那这个是没有。但这次好像在系统的预判上面，它比较不容易用主镜头去裁切成5倍。那这当然到时候还要再测试，可是某方面可以理解，因为主镜头去裁5倍的话，那个画质会非常惨不忍睹。但也有评测说到，有些时候他就不小心切换，他们也抓不太准，他们切换的标准是什么？那这点就让我有点担心。那我觉得苹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像4年了吧，很简单，就是给你一个控制的选项，让你知道现在是用长焦或是用主镜头。那就算不给你控制，也让你有一个标示，知道你现在不要用一个5倍裁切的方式去拍摄影片或照片，然后事后就看到这个惨不忍睹的画质，觉得很可惜。然后我觉得就是给你这个选项，或是给你这个资讯，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都还不做好。那最后最糟糕，也是我有点算意料之外，就是在这颗 A17 Pro 的表现上面。那偏偏这也是我使用体验上来最在意的地方。那我这边不是说它的峰值表现，那也不是说它可以跑什么3A 大作啊这些多厉害，因为重点是在它的功耗还有发热上面是否处理的比前一代好，因为这才是我们长期使用最会体验到的地方。那很遗憾，进步到这次这个3奈米的处理器，我们还是得到一个不太稳定的表现。那首先在中文哲的影片，它有测试，它开 4K 60 15分钟的测试下面15 Pro 跟 Pro Max 整个系列上面对比14 Pro 跟 Pro Max 上面发热都更加的严重。那这个很麻烦啊，很多人买手机，至少像我啊，就是为了拍照跟录影嘛。去年14 Pro 就很多观众去抱怨说，去旅游的时候它发热发到它不能用相机 App， 然后也不能充电。那这次看起来更不乐观。那在我们知道在极客湾的测试里面，他们都会针对这个处理器去做非常多细节的测试。那你发现它的功耗表现在很多状况下都不太理想。那在我看起来，很多情况下就像是拉高功耗去拉高它的峰值表现，但是也因为发热的问题，可能会更提早开始降频。那当然他们这样测试都在某一些限定
的环境跟条件下面测试，但光这样你都能看到不太理想的表现，而且是对比前一代哦。那我再看看手上我已经觉得不满意的 A16哦，看起来真是笑不太出来。那功耗表现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什么？就是你的续航力嘛。那这边我也是看了非常多人在不同使用情境下面的测试。那我们先不说极客湾是在那种比较严峻或者比较严苛的方式下面测试，他们测到的续航是远不及上一代的14 Pro 跟 Pro Max。那另外在其他一般人使用的情境下，你看到最理想的表现就是顶多和上一代的14 Pro 系列打平。那这你就要知道，这样综合起来平均的表现就代表它会比上一代还要糟。那如果现在传说电池容量没错的话，那我们现在看起来15 Pro 系列它的机身也真的加厚了嘛？那代表他们这次可能是使用更大的电池容量，才换到比上一代稍微差一点的续航表现。那总合起来，就是我觉得这次 A17 Pro 还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产品。那以上述这些还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各大外媒还有我们频道也才刚刚讨论过的，就是为什么 iPhone 14 Pro 系列的它的电池健康度这次掉得这么快？其实很简单嘛，有事没事机身发热又耗电，这种情况下电池健康度不差才怪。那说真的啦，相机啊或什么其他功能上面的表现，我发表会后我就看了介绍或者简单看一下规格，都能预判到它的进步不大。那这也不是我厉害，就是我了解苹果的调性嘛。如果你从 iPhone 1代发表会看到现在 iPhone 15代，你也一样可以预判到。那除非你有信仰的滤镜啊，因为说他们没有进步的东西都能吹，那如果真的有进步的东西，他们怎么不会把它吹到爆？那这次异常的低调，没有吹什么，就感觉起来好像有隐瞒什么。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上一次 A16 的翻车后，这次我们等了1年到了3奈米的 A17，然后你们还加上一个 Pro， 然后却得到这样的表现。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5大优点里面这次把这个处理器放在候补名单里面。但说真的，现在看到实测这个那么差的表现之后，要说不失望是骗人的。那说真的，我还宁可我的预测是错的，至少我这样换来1整年比较好的体验嘛，对不对？那这边必须还是要说，看起来它现在能达到玩这些游戏的程度还是算不错，但是还是有个问题，有多少大作真的会愿意用这种方式移植到 iPhone 上面？那或者说对这些3A 大作有很大游玩需求的人，你目前可能还是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去选择玩到更好的画质。那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去做选择？那我本身其实玩游戏算少，顶多就是玩传说对决，所以那些3A 大作对我而言就是还好。今天影片的赞助商为犀牛盾。好了，购买新机后呢，手机防护当然也不能少。犀牛盾提供零死角的保护，从保护贴到手机壳、手机背带，各式 MagSafe 兼容配件可以供你搭配，与手机挂绳可以选择。那我最常用的呢，就是这款 MagSafe 兼容的 Clear 透明壳，无论是开车啊、充电啊 ，MagSafe 的配件都可以牢牢的紧密吸附。那特别是它们拥有原厂2倍以上的磁吸力后，那在车上就不用怕突然晃动让它掉下来。使用各式配件时也不用担心它磁吸力不够。那 MagSafe 兼容手机壳系列除了透明壳之外呢，如果你喜欢边框还有背盖可以自由更换的款式，那你可以选择这一款 Mod NX 边框背盖两用壳，它有高度变换性的模组化设计，让你在边框或者是背盖两种模式都可以自由选择。那他们 Solid Suit 的系列也推出全新的色系，像经典蓝啊、酒红、鹦鹉绿还有荧光橘。那手机壳的选择除了深色、浅色系，我也非常的推荐。你除了可以跟手机颜色互相搭配之外，那在穿搭搭配起来也比较跳色。那不论你选择是透明壳 Mod NX 或者 Solid Suit， 都可以自由搭配它的独家设计，那甚至它的联名款式，那或是搭配他们家的挂绳一起使用。那其他相关配件除了手机支架、固架之外呢，今年也推出了磁吸水壶，它的提把设计为可调式的手机支架，可以依照你使用的情境15到90度都可以调整。那当你吸上手机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直立或是横摆。那还有2款材质可以选择，8小时保温的不锈钢款，还有轻量大容量的 Triton 款。更多 iPhone 15相关配件，现在即可是犀牛盾官网下单购买。那其实我要拍这些一系列，就是要点出它的差异嘛。那有人在论坛说我每次都在讲坏的，其实我优点缺点明明都会讲出来。那像12 Pro Max 我体验不佳，我有拍。那13 Pro Max 我一整年下来使用起来很满意，我觉得它非常的稳定。那我也有拍，我也有讲。那14 Pro Max 发热耗电不稳定，我也有说。苹果发表 Apple Vision Pro 我非常的震撼，那我也完全没有批评。那我从来也没有说我是专业或觉得自己专业，我就是简单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还有看法。那如果刚好和你的信仰相抵触的话，这也不是我的目的。那我也没有要针对你的信仰去批评什么，因为根本也不认识你。但说真的，现在看到所有评测出来，那里面我先讲到缺点的地方，印证到说我会觉得很高兴嘛，好像也没有很高兴，因为代表在一整年我花了5万多块，我要去用那一只现在已经知道表现不是太好的手机。说真的，实在也笑不太出来。好了，那这个就是我目前看一下的评测。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数字系列上面，就像我先讲的，搞不好会是我今年最推的一只手机。那我们到时候再来实测比较看看哦。OK， 好，那大家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下面讨论。那我是苹果烈，我们下次片见，拜。